最近国外有位玩家针对乐高76210反浩克设计了一款套内反浩克，于是乐高官套历史上可能最尴尬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那大家知道乐高去年发布反浩克以后，就遭到了一边倒的玩家吐槽，不但因为糟糕的外观造型设计被玩家称为纸尿裤战士，更是在外观还原、功能可动和模块化设计等方面，甚至败给了发布还要早1个多月的 K 盒子反浩克。当然 K 盒子也有槽点，详细的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评测。最近我们也收到了非常多的玩家发来消息，让我们做一下这款套内。不过在开始今天的深度评测之前，这里先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套内 Mock。Mock 来源于 My Own Creation 的首字母缩写，意思就是不受官套限制，由玩家完全自由发挥来搭建一个作品。而套内 Mock 则是在一款套内零件的基础上进行 Mock， 所以套内 Mock 的设计难度会比普通 Mock 大很多，因为可以使用的零件是被限制了的，你只能使用这些零件。稍后我们还会细讲一下套内 Mock， 这里我们先进入主题，直接从成品来对比一下这几款反浩克。首先在成品高度方面，这款套内的高度基本和官套保持了一致，达到了52厘米，相比 K 盒子反浩克要高一些。那重量也是达到了 3.2公斤，拿在手里会有一种非常沉的感觉。除了整个身形比例更加协调以外，在细节方面，头部这款套内反浩克还原了圆形的稍稍内缩且适当前倾的头部角度，而官套则比较生硬，内缩的有点偏多，同时相对更偏向于直立的头部姿态。K 盒子反浩克头部采用了单独开模的零件。肩部与胸甲，这款套内反浩克在胸甲轮廓方面很明显更加贴近圆形，胸甲的长宽是这种相对比较扁的形状，同时也呈现出比较饱满的胸肌轮廓。而官套的胸甲长宽偏向于正方形，不但比例失调，而且整个轮廓也显得非常平，没有那种饱满的力量感。K 盒子的这款在胸甲方面的搭建也是做得不错的，比例以及饱满的力量感也得到了还原。进一步看细节，我们还会发现上肩甲和胸甲模块之间的这2个金色连接扣，这款套内 Mock 在大小比例方面也比较合适，而官套则显得非常的瘦长。K 盒子的这款在大小方面没有问题，不过连接扣的上半部分伸出去的好像有点偏多。另外胸甲侧边靠下的位置还有一条金色的弧形装甲，这款套内以及 K 盒子的看上去都更加贴近圆形，对这个弧形的处理都还不错。而官套看上去则像是挂了一条无法自然垂坠的链子的感觉。再看腰腹部，这里主要由3部分装甲组成，分别是中间的副机甲、两侧的副机甲以及腹外斜机甲。可以看到原型关于这3部分装甲的划分是比较清晰的，而在这3款里面，只有这款套内反浩克做到了同样的清晰。乐高官套和 K 盒子都没有还原出两侧的副机甲。乐高官套的副机甲在长宽比例方面甚至也有一点问题。这款套内反浩克在这部分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两侧腹外斜机甲的2个圆形的部分稍微有点偏大。接下来是肩部，非常明显的乐高官套在外肩甲的搭建上又是满满的槽点，不但没有还原出圆形的饱满的外肩甲弧形曲线，甚至看上去有一种80年代高垫肩西装的感觉。而这款套内反浩克在外肩甲的搭建上可以说是做到了完美的还原。K 盒子反浩克在外肩甲部分的表现当然也不错，不过是采用单独开模的零件。那再看手臂部分，粗一看的话，这3款反浩克似乎都没有大的问题，但是仔细看，只有这款套内反浩克有意识地针对肱二头肌做了装甲形态的还原，而乐高官套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只是一个圆柱体，同时和肩部连接的位置也显得比较空。K 盒子虽然做了肱二头肌的搭建，不过在这里使用了贴纸。然后是小臂外侧的金色护盾，也就是内藏了高压电击器、镇静剂喷雾器以及镭射发射装置的这个模块，这部分套内和官套的差别不大。K 盒子在这里则是使用了单独开模的零件。手掌部分，乐高官套把手指与掌心之间的球形连接件直接做在了外观可以看到的位置上，而这款套内则内移了一个单位，也就是做了隐藏处理。K 盒子在这块位置采用的是铰链零件，虽然没有做隐藏处理，但也没有乐高官套那种手指脱节的感觉。掌心炮同时也是推进器的这个圆形喷口，乐高使用的是按压式发光键，这款套内则是使用了原本用在膝盖位置的荧光键。K 盒子反浩克并没有做这项设计。接下来是髋部和裆部，那也是之前乐高官套被吐槽最多的地方，所谓纸尿裤战士也是因此得名。这部分的装甲其实本来是一个丁字裤的造型，对此这款套内可以说是做到了无可挑剔的还原。K 盒子在这个位置的处理比乐高官套肯定是要好很多，但是从裆部向两侧髋部延伸的这块区域，并没有像圆形那样做成连续的。接下来是腿部，首先从圆形来看，大腿和小腿基本是一样粗的，同时在大轮廓方面，从上到下都是趋向于一个筒形，而乐高官套在这里却把小腿做成了鸡腿型，
尤其是踝关节位置迅速变细，所以也是此前玩家吐槽最多的地方之一。对此，这款套内则又是做到了几乎无可挑剔。而 K 盒子的这款在大轮廓方面虽然没有乐高关套的问题，但是因为膝关节和踝关节的可动设计，所以在这两个地方的外观连贯性方面的表现不如套内。另外，在小腿前部位置，这款套内也是唯一一款做到了对圆形膝部反应堆及其下方的倒三角模块进行还原的反浩克。而小腿背面的反应堆，这款套内的位置也比较合理，而乐高关套的则有些偏靠上了。再看脚部，那可以看到圆形的脚背是比较饱满的感觉，对此同样也是这款套内做的最为接近。K 盒子次之，而关套这款则显得比较扁平。最后是背部，可以看到圆形的背部同样有一种非常饱满的感觉，中间内凹的部分两边是4个喷射口，两侧的背甲呈弧形拱起且轻微外张，可以看到这款套内以及 K 盒子的在这方面的还原都还是不错的。而乐高关套的这个拱起的幅度显然是不够的，缺乏一些饱满的力量感，所以外观对比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功能设计，和关套一样，这款套内同样也做了可搭载马克43的设计，也就是乐高76206这款套装。打开上肩甲，打开头部面罩，打开胸甲下方的锁扣，打开胸甲，旋转内部左右两侧的固定机构，然后调整一下马克43的姿态，左右膝盖位置的一片零件需要把它反一下，那也就是调整成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把马克43给放进去了。最后把刚才打开的模块重新合起来，那就可以啦。在可动方面，这款套内反浩克非常创新的设计出了头部的左右可动，其他地方这款套内和关套基本保持了一致，整个下半身是不可动的，主要就是肩关节、肘关节以及手掌、手指部分可以活动。当然，另外也有一些外甲可动，除了头部、上肩甲、胸甲以外，还有两侧的外肩甲以及膝盖后方的一片外甲。另外，虽然整个下半身不可动，不过因为两腿以及脚部的外张角度本身设计的就已经非常不错，所以即便没有可动，也并没有感受到什么遗憾。那关于这一点，大家怎么看呢？在发光功能方面，胸部以及两侧膝盖反应堆位置，设计师使用了按压式灯光零件。胸灯的开关是在驾驶室里面，需要把手伸进去按一下；两侧膝盖位置的开关则是在膝盖的后方，那也是像这样按一下。此外，膝盖反应堆这里还设计了一枚荧光零件，包括掌心位置同样有一枚，在黑暗中的效果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哦。在牢固度方面，和大部分的砖块类套装一样，并没有发现有别于正常砖块类积木的异常偏松的零件或者模块。如果要移动的话，包括像这样从裆部托起来，握着大腿托起来，握着小腿托起来，或者从腋下抱起来，那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拿来把玩的话，那么过程中偶尔还是会掉一些零件的，包括胸甲等位置，在掰动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脱落的问题。在站立稳固性方面，经过测试，如果是像这样轻轻推的话，那也是不会倒的。好啦，通过以上的全面对比，大家可以先评价一下这款套内 Mock 相对于关套来说提升了多少呢？可以把自己的评价打在弹幕里哦。这位作者名叫 Ransom Fern， 通过他的RB 主页可以看到，他应该是一位乐高机甲爱好者，也发布了不少的机甲类 Mock 作品。这款套内反浩克的图纸是24刀，相当于乐高官价550刀的4%。想要支持的玩家可以略施魔法去RB 上看一下哦。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图纸问题以及拼搭体验。这位作者提供的是电子版拼搭手册，包括3份 PDF 文件，加起来一共有2420部，相对于3922片的总零件数，平均每部只有 1.6 个零件。那乐高的手册一般部均零件数在3到5片之间比较常见，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位作者在分布设计方面做的也是非常的细致。此外，在RB 上也有零件表可以获取，这意味着除了头部面罩印刷件等少量零件以外，即便不购买乐高关套，玩家可能也可以选择自己去配零件。关于拼搭体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由于它是套内设计，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利用到零件分包的。在拼搭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对4000多片零件进行一下适当的整理，这个过程大概会需要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在接下来的拼搭和结构分析环节，你会发现这款反浩克的完美陈列姿态的背后的秘密，同时会发现完美的外观还原只不过是前菜而已。这里看一下髋部的内部骨架设计，设计师通过框架零件、带孔砖以及后孔壁，搭建出了左右两侧各2个三角支撑结构，同时也创建出了两腿外张的基础角度，注意只是基础角度。
这里看一下身体主体大模块，和官套类似，设计师同样是使用了6根91176 13单位支柱零件作为基础的纵向支撑结构，在中间则预留出了马克43的乘坐空间。那我们把马克43放进去，可以看到也是恰到好处的。同时也可以在这里看到两侧肩关节位置和两侧髋关节位置的，也就是预留给手臂和大腿的连接模块。肩关节位置使用的2枚大转盘零件，旋转阻尼来自固定单枚12齿齿轮的摩擦销与销孔之间的摩擦力。而胸口按压灯组的开关，设计师在这里是使用了铰链零件做出了一个杠杆结构，作为连接躯干的关键模块，尤其还是内空的设计，在牢固度方面，这里测试下来也是相当不错的。另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设计师在髋关节位置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设计，也就是关于两腿的姿态，并不只是简单的向外打开，而且还有在水平方向上的轻微平转角度。具体的设计师在这里是通过2组各2排带孔砖，采用斜向安装的方式实现的。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们这里用其他零件模拟一下这种搭建方法。这里看一下腿部骨架，可以看到设计师也是使用了一些带孔砖，搭建出了牢固的内部骨架，整个骨架呈平直的状态，膝关节不可动，同时测试下来牢固度也是非常不错的。在腿部骨架和髋部进行连接以后，我们这里也可以进一步看到之前提到的整个大腿平转角度的相关设计。这里看一下脚部的内部骨架设计，除了可以看到设计师使用了一些框架零件以及带孔砖搭建出了牢固的3角支撑骨架以外，值得注意的是脚掌相对于踝关节同样呈轻微的平转姿态。另外在小腿和踝关节的连接位置，设计师同样使用了带孔砖斜向安装的方式，为踝关节也创建了一个轻微的平转角度。在脚掌模块的底面，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同样使用了4枚59895橡胶轮胎零件做出了防滑结构，作为成品关键的底部支撑。测试下来，整个脚掌的牢固度也是相当不错。这里看一下手臂模块的内部骨架，可以看到在肩关节和肘关节位置，设计师各使用了2组铰链带孔臂，而腕关节位置则是使用了80431旋转关节连接件。金色护盾模块采用2枚插销和手臂骨架进行连接。手掌模块指关节位置和乐高关套一样，采用铰链零件。值得注意的是，手指和手掌之间的球形连接件做了隐藏处理。两侧的外肩胛采用2组十字轴配合十字轴连接件的方式和手臂骨架进行连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款作品在设计上同样使用了一定的骨架是骨架、外甲是外甲的设计思路，尤其是在腿部大模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小的外观模块。同时，具体的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这个骨架的牢固度。那测试下来，这个牢固度大家可以打几分呢？进一步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这款作品的整体的模块化设计。可以看到，主要的外甲都做成了单独的模块，例如上肩胛模块、胸甲模块。最后，我们就来完成所有模块的合体。这款套内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30多小时。在整个拼搭体验方面，这款套内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拼搭过程中的找件会比较花时间。这是因为套内搭建不能享受到商品化套装的零件分包，所以有时候尤其是碰到那种整个套装中只有3、4个的零件，找件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当然，这并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所有的套内 mock 在搭建中都会存在的问题。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单纯只是为了避免一部分不了解的玩家对此没有心理准备。在其他拼搭体验方面，整个拼搭过程中没有发现明显的特别难拼的步骤。在所有我们曾经拼过的 mock 作品里，这款作品在拼搭体验方面属于非常优秀的水平。同时，通过某些拼搭步骤设计，可以看出设计师应该有针对拼搭体验专门花了一些心思。比如关于腿部的搭建，大体上是先把内部骨架全部搭建好，然后装到主体上，最后再在腿部骨架上安装外甲模块。
而如果先把整个腿部外甲模块全部装好，再拼回主体的话，那么在大模块合体的时候，则会比较容易出现外甲脱落的问题。因此总结下来，这款套内反浩克毫无疑问的是整个乐高套内 MOC 史上极少见的彻底秒杀官套的经典作品，甚至是把官套按在地上狠狠摩擦的程度。在套内零件的限制下，仍然可以做到难以超越的外观还原。在骨架是骨架、外甲是外甲的机甲类积木的设计思路之外，设计师更是将机甲设计中所包含的对人体肌群的仿生手法，通过积木进行了呈现和还原。通过非常巧妙的骨架设计，实现了包括外张和平转等多维度的造型姿态，也可见设计师对于机甲类关节的深刻理解。虽为 MOC 作品，但细致的分布设计、良好的拼搭体验、稳固的成品结构，也可以进一步看出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完美追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套内 MOC 其实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程度，有些套内 MOC 只是在官套基础上稍作修改调整，而有一些则是彻底重构。另外，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套内 MOC 的剩余零件的数量和比例来评价一款套内 MOC。通常剩余零件越少，则重构的程度也越高，对应的难度也越大。那76210官套一共是4049片零件，而这款套内 MOC 则是达到了非常惊人的3922片，零件利用率高达惊人的96.8%。所以大家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意见，咱们下期见。